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多少人。有的时候我们一生想要寻找的伯乐只不过是改变想法的自己。最多人在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我们常常都高估了努力的重要性，但低估了判断力的关键，只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然后呢，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低水平的重复，会在别人的这样的框架之下拼命的努力但找不到自己。所以人有时候很可怕，就是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却做得非常好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你一辈子的志业。然后退休绝对不是在65岁的时候待在养老院里面，看着窗外的阳光，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多人都觉得退休很自然而然，说没有自然而然，你从来都没有过那种自己决定自己时间的日子，你是不会的。退休就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您现在看到的是精华版，若要看到完整版，请点击资讯栏的专属连结，加入官方 LINE。 嗨，大家好，我是宋晏仁宋医师，欢迎来到初日会客室。今天为您访问的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人，他走过低潮，但是现在变成一个能够帮助人的一个人生导师，然后他开始写了很多的书，叫做三茶三维套书。今天为您访问的是好哥好序列。医师好，医师好，非常开心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是好序列好哥。其实我在一开始已经说，我已经是宋医师的粉丝非常多年了。那你的人生智慧其实真的是帮助了很多人，受到很多网友及读者的认同。就现在您的观点来讲，您走过这么多丰富的人生，您会如何来定义一个成功的人生？以前的话，当然最简单的一个定义的话，通常就叫做4个字：功成名就嘛。那我其实最大的一个体悟，反而是在2012年的时候裸辞回来。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很不好，但事实上那时候在大陆5年多的时间你觉得自己可以拼的时候，你一直不会把身体的健康当成是最优先的次序，直到身体不行的时候，然后一直撑到第4年、第5年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中国大陆大概跑了差不多140多个城市，所以睡不好然后吃不好，加上胃食道逆流，所以身体其实越来越差，那时候还肥胖，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决定回来。回来那一刹那，就突然觉得说，原来功成名就，大家心目当中觉得成功这件事情可以一夕之间就不见的，而比这个还更重要的就是健康2个字。包括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但努力可以不费力，然后里面就说，很多的时候，当你可以留空给自己，留白给他人，甚至留心给彼此，你会看见更多的机会的时候事情不见得会做不好所以后来我自己曾经给我自己一个算是提醒吧，什么叫做成功？真的就是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就是所有东西都对自己先好好的情况之下然后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从来不是耍废，因为你做着做着很喜欢之后，你会乐在其中，然后因为累积的关系会越做越好。那就算你没有达到别人功成名就或赚钱的状态之下的话，你生命没有浪费因为回想起来会觉得很快乐那这个东西呢，或许当你做完之后再蓦然回首，会发现原来其实成功好简单，不会太难。听你讲起来，这个好超脱，这一定是一个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这个深刻体验之后的体悟。好了，那您是这个很多家公司的财务顾问了那其实我也觉得人生当中多多少少在年轻的时候对财务是很迷惘。最多人在累积财富的过程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跟前面的问题，它是一件事情。我刚刚一直在讲好好它其实很重要的概念是好好做自己。因为通常我们讲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是希望跟别人一样，所以小时候我们很怕什么？很怕的不是父母亲，很怕都是隔壁家的孩子就是父母亲说隔壁多厉害，你就发觉这个比较好讨厌，好讨厌所以一不小心这父母亲的期待其实是拿我们跟别人去做比较之后的期待。那这个期待就变成说我们要跟别人一样，可别人一样很可怕如果别人很优秀你不是他，你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一样优秀，因为他是老鹰，他会飞可是我是猎豹我是跑得快所以比较的本质呢，就是拿不一样的东西，希望在同样的框架里面去有一定的成就。所以如果回到前面我们讲说好好这件事情，也就是他可能常听到的，但是会误解的做自己这件事情，就找到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呢把自己产品化。这个概念其实源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叫纳瓦尔，他说其实致富是有方法的，就是把自己产品化。把自己产品化呢，其实分2大块来看，一个叫把自
己，把自己就是要找到自己，你不要去跟别人比。就像我自己常说，有2种宗教不能信，一种比较，一种计较，烦死了啊！为什么他比我好，他比我厉害？别人的得不是自己的失嘛，你就不要跟着看别人，因为你跟着看别人，你会在别人的这样的框架之下拼命的努力啊，但找不到自己。所以在书里面讲说，我们常常从小到大都高估了努力的重要性，但低估了判断力的关键。纳瓦尔说，什么叫努力呢？努力就是只跟别人比，只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然后呢，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低水平的重复。比较稍微有点智慧的去找到自己很厉害的地方，它叫判断力，就是做一件事情的长期后果。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自己产品化的话，就2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怕，去试试看啊！就像我看宋医师，除了我把您当成是一个医师专业领域上面很重要的专业人士之外，我会把你当成是一个自媒体的典范，因为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就是过程当中，你除了有专业，你还会传播嘛，这个叫做找自己。而后面这个产品化呢，就跟自媒体相关了。就是我们的人生很有趣，我们大概最稀缺的资源从来不是钱，最稀缺的资源在我们财务领域上面叫做你拥有的会越来越少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有2个东西就很关键，一个是时间，就金钱可以越赚越多，但很讨厌时间越来越少，时间只会越来越少。而且另外一个东西也跟时间相关，就健康。你再怎么样健康，你80岁就没有办法跟20岁人去比啊。所以你要一直维系自己的健康，你要用心啊，就是你的注意力要放在时间这个的品质上面。所以说财富有3个不同的位阶，就除了钱之外，比钱还更重要的叫时间，比时间还更重要叫注意力。你一定要有时间，然后把你的注意力呢放在你最稀缺的那个资源上面。所以小时候不是听过一句话叫做时间在哪里，成就在哪里？以前一直都以为说这句话最重要是时间，其实不是啊，时间后面的3个字更重要，是在哪里啊？所以为什么讲说把自己产品化？那个产品化简单来讲啊，就是把自己的时间给放大，可以把自己呢变成你的价值，不是只有自己知道，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就叫杠杆的概念。什么叫做杠杆？以前如果是老板的话他可以透过所谓的资本密集，花很多钱成立一家公司，然后他有2个非常重要的杠杆，一个是资本杠杆，用钱把他自己的时间跟价值扩大，成立公司，成立组织。那第2个呢，就是所谓的劳力杠杆，找一群人过来，像一开始马云的时候没有很多钱，但他自己旁边因为他信念关系找了18罗汉。那很多人说我现在没有钱，我也没有这么多跟着我人怎么办？现在有个最大的好处的时间，就是我们这个网际网络它叫做边际成本为0的杠杆。你不需要很大的成本，你就可以把你的时间卖很多次。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别人看到你的价值之后，他会把注意力留下来，然后注意力累积的越多，时间累积的越多，当有一天你要推出任何不管是产品跟服务的时候，买单赚钱这件事情，它是后续来的观念。您这样会不会是有点暗示说，现在的年轻人想要发家致富，想要把自己产品化，最好的平台应该是自媒体这样子？可是对于一些孩子来讲，学的一些是技能性的东西，那你觉得他有机会像您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子，把自己产品化？太有机会了。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打几个关键字：水电工、计程车司机，你会看到非常多，包含计程车的话就有好多位。他在整个开计程车过程当中，怎么样把他开计程车碰到的人事物放在他的 FB 上面，成为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行行出状元的典范。针对那个水电工，后来他因为在网络上面分享了太多相关专业，无偿的付出。什么叫无偿的付出？无偿的付出就是把他价值传递出去，但当你传递出去，每一个人都把他时间跟注意力放在上面之后，当你有一天出线上课程的时候，很多人他会买这个课程。为什么？除了支持这个无偿付出人之外，他真的因为你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希望常常把你放在身边。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就像我刚好昨天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可能你的习以为常就是别人的非比寻常。所以我们讲的人生成功的另外一个很大课题，就是常常有人觉得失去了热情，找不到人生的热情。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说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热情？这也是后来我从大陆回来之后才体会到的。比如说做金融业、做半导体业，我做的还蛮好的。那可是因为后来我做知识内容工作者之后，我发觉不是做的蛮好而已，是我非常开心。后来我自己还写篇文章，我说人有时候很可怕，就是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却做得非常好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是你一辈子的志业，然后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时间去做其他的尝试了。所以要怎么样能够
觉察到这件事情呢？所以为什么我第一本书写致富觉察？致富觉察，我说觉察就是让自己去尝试一下，给自己留点白，让自己无聊一下。就像我常告诉我自己，无聊是伟大的开始，有闲是成长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空的话，你都没有机会去看见一些你从来没看见的东西，你就不知道除了你现在目前的工作之外，你还能够做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要把事情给塞满。你这样讲，我觉得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常常觉得今天看了行程表后面没有行程的时候慌，我会慌说那下面我要干什么？对，因为我身体不好嘛，所以我必须得闲嘛。那一段时间都问我说好哥你多长时间？我说6年，我慌了6年。每次我一讲完之后，很多人就疗愈了。我说你不要疗愈哈，我现在是告诉你6年，但是如果今天也是62岁退休，你要活到80岁的话，你有18年，有的你慌的。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退休很自然而然。我说没有自然而然，你从来都没有过那种自己决定自己时间跟生命的日子，你是不会的。回到刚才的问题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开始有热情，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找就对了。而找的背后逻辑，让自己保留一点的空闲。这空闲事实上可能都不用太多。就像《原子习惯》这本书 James Clear 讲的，我其实非常喜欢，就是你这个空闲每天可能就给自己2分钟、5分钟都行，你就有机会接触到你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啊。然后你接触到了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211参排，要不然你也搞不清楚什么是211。那你看到211你不知道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开始知道了，然后你再继续再找什么叫211。我就这样开始的我才知道说原来有一种减肥的方式，原来有一种健康的方式，这么样的简单。我听你这样的阐释原子习惯的概念，比我自己看书还要清楚。因为原子习惯我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讲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很难，我说其实抓到一点点就行了。像我看书，我也是抓到一点点，这东西蛮好的，我就拿来用用就行了。一天知道一点点，每天的累积下来，日积月累，回头看你可能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子，所以其实要找到热情可能也并不是太难，但是重点是您刚刚讲对，我其实有几年的时间，我自己在学校的研究工作已经碰到了相当大的瓶颈。那我那时候当然也在政府做一些行政工作，很多人看我都觉得哇，你就是那个山头，你就是那个飞黄腾达的人。可是那时候心中的空虚跟慌张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的校长问我说：“你现在想干嘛？”我说：“我想回去当住院医师。”他愣了一下，你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觉得我人生必须要重新开始。”但是他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你不必从这么低阶开始嘛，对不对？可是我当时就觉得说，我要开始就从低阶开始，我就真的就去做住院医师，那真的是蛮苦的就住院医师本来训练就蛮苦的，加上那时候就如你讲的，50来岁，我那时候也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那时候那种窝囊沮丧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后来我这样咬牙撑过了住院医师的训练，开始变成主治医师，我开始想说我该做什么。我作为一个家医科的训练出来，家医科常被笑说什么都会，什么都不会。那你刚刚一直提到我的221跟168，其实这个是人生的转折，就是我突然发现，第一个我当时胖，然后我碰到一个需要我治疗的病人，我请他减重来达到他的健康目标，他就很认真的去减了，减了之后真的他减完重之后他血糖就变好了。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很好笑，说哎呦原来减重真的有效。我当时只是用课本的话建议他，所以我就认真的看待我自己说，那我应该来减重。可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莫名其妙的听到一个演讲，我就用那个方法，其实就是我后来的211，我就开始找到了对这件事情的好奇，从好奇开始钻研变成热情，是那个热情就鼓动我后来不断的去钻研。我觉得就像你讲的，你不去找真的不知道。宋医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像我们刚刚讲找这件事情，我后来也看到2句话，我觉得好有道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生想要寻找的伯乐只不过是改变想法的自己。你愿意去做所谓的住院医师这件事情其实不简单，但后来做家医科医师也是你的决定。你如果没有这样一连串的话，也不会碰到后面的这个整个减重的热情。所以我每次都跟别人讲说，让自己跨出去一点点，所以跨出去一点点就是在你恐惧的范围之内，你不能说叫别人不要恐惧，但是在你还没有恐惧到你不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去做点尝试。你只要跨出去一点点，尝试会带来见识，见识会带来胆识。其实这是 James Clear 在讲原子习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2分钟做一
做，你还没做它就已经结束了，这种感觉你就不会启动心中的防御机制，你知道吗？就像看一本书你会压力很大，你看一页看个封面看个封底，你没有压力啊，看完之后你放过去，至少跟别人讲我看过封面跟封底了那也挺开心的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最深刻的失败经验？其实每次别人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真的很多，但认真说起来的话，让我最记忆深刻的那个也不算是失败，是我差不多在半导体工作2年多的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很厉害，但突然差不多快到第3年的时候，将近有3个月的时间，就每天晚上12点上床睡觉1点半就醒过来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恐慌。然后快3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经过我们公司，它是有一个医务室嘛，医务室呢那个护士姐姐对我很好，她第一句话说你是不是最近有睡眠的问题？其实她后来告诉我，她觉得我已经有点忧郁跟躁郁的倾向了，但她没有这样问，她说你有没有睡眠的问题？我说对，我最近睡不好。她说那我帮你找一个咨商师帮你解决睡眠的问题好不好？她没有说解决我心理的问题，高手。后来我就跟那个心理咨商师聊了快差不多1个多月，那1个多月呢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1个多月，每个礼拜固定去聊我想起来的就是他一直问我，而且我最常听到他就是他的回应就是好啊那你觉得呢？尤其到最后突然有一次我跟他讲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身体这么不好，睡不着觉了。就一开始我很厉害，然后老板交代什么事情我都做得很好，都做得很好之后，通常叫能者多劳，老板会再塞给你，然后再塞给你还是做得很厉害，老板就会再塞给你。等到我白天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是做不完的时候，就运用到加班的时间，然后运用到加班时间还做不完的时候，你就运用到睡眠的时间了。等到睡眠的时间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天你开始做不好了，因为白天的情况就不如原来的精神状况了。很有趣当你做不好，你不会觉得说是睡眠不好，你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好，然后就开始苛责自己了，它就变成一个负向循环。所以当我一直回忆，然后被这个咨商师一直问的时候，最后我得出结论，我说我事情太多了，我应该要去跟老板说把我事情稍微，我没有说就是不要做，往后挪一挪。后来这个咨商说好啊，那你就跟老板讲一讲完说可是不行啊，这样子我好像示弱，到时候如果绩效不好的话，老板帮我打的 rating 不好的话，那我不是会减薪吗？我还是不要跟老板讲好了。然后咨商师看着我说好啊我说什么是好啊？我说可是这样子的话我继续这样搞下去那不是更糟吗？他说对啊，那你觉得该怎么做呢？算了，我还是去跟老板讲一下好了。他说好啊后来我就跟老板说了，一说完之后，老板说你早就该跟我讲啊，我怎么知道你这么忙？你知道那一刹那我才知道这个恐惧基本上是给自己的。那每次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就是每当你想要让自己能够留白或保持一个好的健康身体的时候，不是一次性的，家里不是说大扫除一次就不会脏的，你要把这个健康当成是终身唯一而且第一的志业。我们讲健康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说那你是职业需求，可是从您的嘴巴里面我一直听到您对健康的感悟很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第一个你为什么会觉得健康重要？第二个你如何保持健康？我讲最简单，那个时候我在大陆除了身体不好之外，我其实有非常长期的失眠的情况，我可以眼见我之前在台积电那个情况又会再来一遍。所以为什么我从2012年回来，很多人问我说好哥你为什么要裸辞？我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我只要一开始工作我就拼了，所以我必须要裸辞，我才能全心全意的去顾好我这个最重要的财产。那现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做哪些事情来保持健康？就是吃得下走得动睡得着拉得出okay. 这是最简单的检视自己不要太复杂的东西那当在这个吃东西的过程当中的话，我现在减了22公斤。我自己一直以为运动会减肥，但自己运动之后才发觉运动吃的东西吃了更多不就会减肥那在整个生活过程当中饮食很重要。那其实更重要的东西呢，我觉得运动跟留白这件事情很重要。留白其实就是休息，不一定是睡觉因为如果没有留白，包含心的留白包含事的留白都很重要。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的行程是蛮空的，你要看我行事历其实很多，但是因为我做的东西呢，我就会让我做的都停留在我喜欢做的事情上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会去企业讲座，我说我自己只做讲座跟培训出人的这一块，后面所有的流程我都委托我的管理顾问公司做。我把这个工作丢给他们，是因为第一个这不是我喜欢的，既然不是我喜欢的，我用分润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做得比我好之外我就只留那个我喜欢的东西就好了而当这件事情是你最喜欢的而就好的时候，你乐此不疲
题，基本上越做越好，对不对？然后你事情还可以做得很多。但我如果一个人我想要做这么多事情的话，我不仅心没有办法留白，事也没有办法留白。当你把这些事情都外包，只留自己做喜欢的事情之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来了，就可以运动了。所以每次我在跟别人讲说，运动这件事情是你要留白之后才能做的，持续呢才能够做得久，做得久才会变成习惯。那我想我们这个节目要进入到精彩刺激的片段了哈，就是叫做快问快答了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财富，金钱不能带来快乐吗？可以，金钱可以带来快乐，因为金钱可以买我们想要买的东西，但真正的关键，金钱是要交换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带来快乐。在通往成功的路上，自律重要吗？自律还要加上快乐，因为我说句老实话，自律呢某种程度上是快乐的结果，所以很多人都说坚持。我说，当你看到我每天早上4点半或5点半起来运动的时候，你要问我说，你觉得你自己很自律吗？我说不，我是上瘾了。我很同意，热情来带着它才走得远。没错。你认为 AI 会怎么改变未来？我觉得 AI 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它不是 AI 本身，是我们一直人类的进步里面都是在要求持续不断的增加效率跟效能。所以我不知道 AI 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去做任何道德的判断，或者是将来工作的判断，但它本身就目前而言的话，如果你把它能够学习起来，增加我们效率跟效能的话，它底层逻辑就是增加我们生命的宽度跟广度。生命的最后一天你会做什么？我还会跟今天一样。坦白讲，未来从来不会来。如果你每一个今天，就像我们讲当下，如果每个今天都是做你喜欢的事情的话，坦白讲，你这一辈子就是一直在不断累积你的喜欢，它最终就会有好多的喜欢。我好喜欢你的答案呀！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担心明天，今天做好就好了。我们来给一些想离职创业的人一个建议：不管你是找工作或是自己做老板，它本质都是创业。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一定要这个自己做老板才创业，但不要忘记如果今天去找工作的话，你也是自己老板，你要取得别人给你的薪水的话，是别人买单的。所以不管是离职或者是创业，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持续不断增加自己的价值，让别人看得见。好，这个创业很重要就是人脉。从您的经验，要怎么样培养人脉？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多少人。我就小时候有一句话，我就非常不喜欢，叫刀子口豆腐心。我就看不到你的豆腐心，但一天到晚被你的刀子口砍了，烦死了，你知道？所以我说，你只要能够每一天试着去，我们以前小时候不讲日行一善吗？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别人基本上看不到，但至少你说好话了，别人看到你就是一个会说好话的人，他就愿意跟你亲近。所以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多少人就好了。好，年轻人普遍认为这个时代生活很难，你怎么看？说句老实话，每个时代都挺难的。我记得曾经有一本书特别讲说，我们很多人在说的时候都希望回到过去那个时期，过去那个美好的时期， Good old days， 对不对？就像我那个时候在眷村的时候，大家觉得好简单好快乐，但事实上大家都一样穷。所以真正的难从来不是资源的匮乏，真正的难是你看到别人资源比你好。所以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不要去比较，不要去计较，你就不会觉得很难。如果要给20岁、40岁、60岁的人各推荐一本书，你会选择哪几本？如果是20岁的话，我那个时候蛮送一本书叫《富爸爸与穷爸爸》。因为《富爸爸与穷爸爸》那时候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关键是2句话：悲观的人永远正确，乐观的人永远前行。你不要常常讲话是我没办法就句点了。如果你能换成问号，就是那本书里面富爸爸讲的，不要跟小孩讲说我们家买不起，买不起叫句点。乐观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买得起呢？这时候就想办法了。所以富爸爸跟穷爸爸其实不是教赚钱而已，他讲的是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不断的前行这样的概念。那至于40岁坦白讲，在我那时候40岁的时候，我非常受用的一本书是《穷查理的普通常识》。因为我们在拼命工作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局限在我们工作这个领域里面，变成一个框架。但《穷查理宝典》它关键就4个字，叫多元思维。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设限，你要去把不知道这3个字当成是学然后知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等到50、60岁这个年纪我真正推荐就是我刚刚讲的《纳瓦尔宝典》。它这本书呢，其实2大部分，一个就是告诉你怎么变成富有的人，这富有人从来不是钱而已。另外一个在富有人的前提之下，怎么样让自己追求幸福。甚至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退休绝对不是在65岁的时候待在养老院里面，看着窗外的阳光美丽的风景，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的核心就是不要把退休跟等这个字绑在一起。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就是退休就是不为想象的明天牺牲今天，因为今天是你余生最年轻的一天。若能够让全世界都能听到你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大概前几个月我看到个短影音，我是看到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很帅的一个影星叫乔治克隆尼，然后他说人生最大的失败绝对不是做任何事情没有达到你的预期，而是有一天你垂垂老矣，你突然转头看说哎，早知道年轻的时候我有做就好了。所以最后这2句话我想给大家当礼物的就是人生当中不做你会想一辈子，你做了可以讲一辈子，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一辈子。太完美了，谢谢谢医谢师，谢谢。